你有没有想过，在另一个宇宙里，可能存在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你，一个连物理定律都跟咱们这儿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没错，多元宇宙最近又被讨论起来了。大部分人会说，多元宇宙就是扯淡，是科幻，是个伪科学。但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听起来科幻的想法，可能比你想象的要真实得多？本期视频将试图带你理解这个宇宙最烧脑的问题：我们的宇宙到底是不是无数个宇宙中的一个？多元宇宙不是起源于科幻小说，它实际上是从最前沿的物理学理论里冒出来的。挺多科学家还用它来解释一些宇宙中最棘手的谜题。当然了，也有很多科学家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根本就是伪科学。他们觉得这玩意儿没法验证，纯属瞎想，而且把简单问题搞得无比复杂，这就是科学思想的禁区。但问题是，万一它真的存在呢？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怎么能被称为伪科学？在聊多元宇宙前，咱们先搞清楚啥是宇宙。最开始，宇宙指的是存在的一切。按这个说法，多元宇宙就自相矛盾了，因为只要它存在，就应该是宇宙的一部分。但在今天，我们通常说的宇宙，指的是我们这个从大爆炸起点开始不断膨胀的时空。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光线来得及跑到我们眼里的那一部分，这叫可观测宇宙。但如果你能瞬间移动到当前可观测宇宙之外，看到的景象估计也差不多。更多的星星，更多的星系，我们一般也把那些看不见的地方也算作我们宇宙的一部分。所以，也许宇宙就是和我们这个时空连在一起的所有东西。而且，宇宙不止一种，可能是版本五花八门的。那在什么情况下，一个遥远的地方能被称为另一个宇宙呢？以下是几种主流的多元宇宙模型。拼布多元宇宙，想象宇宙是一块巨大的拼布，我们只是其中一小块，在极其遥远的其他布块上，物理定律可能和我们这里完全不同。泡泡多元宇宙，想象一个巨大的正在疯狂膨胀的主时空，就像一大锅沸腾的汤。我们的宇宙只是这锅汤里冒出来的一个小泡泡，这些泡泡彼此隔离，内部的物理规则也可能千差万别。其他脑洞大开的模型还包括从黑洞里诞生新宇宙的宇宙自然选择理论，或者在一次次宇宙收缩循环中改变物理法则的循环宇宙等等。量子力学的平行世界，也就是多世界诠释，认为你的每一个选择都会让宇宙分裂，创造出一个新的你和新的世界。为什么物理定律会不一样？不同宇宙有不同的物理法则，这也不是瞎猜，背后有理论支持。比如改变量子真空的状态，物理世界就会天翻地覆。我们宇宙里所有粒子的质量都取决于一个叫希格斯场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宇宙的出场默认值。如果稍微调一下这个值，所有基本粒子的体重就全变了。原子可能无法形成，恒星也无法点燃，宇宙也就面目全非了。另一个例子来自弦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我们世界的所有规则都是由一些微小的卷曲起来的额外维度决定的，就像乐器上的弦，不同的拧法和振动方式就能弹出不同的音色，也就是不同的物理定律。据计算，这种拧法至少有10的500次方种，这就构成了一幅宏伟的宇宙配方大全，也叫弦论地景。每一种配方都对应一个可能的宇宙。弦理论和我们现有的标准模型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宇宙偏偏选择了我们这一套配方。会不会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天选配方，而是所有的配方都真实存在，而我们只是碰巧活在了一个能长出生命的宇宙里？人则原理说，不是宇宙选择了我们，而是我们选择了宇宙。说白了就是一种幸存者偏差。这个不难理解，比如地球在宇宙里只是沧海一粟，绝大部分地方都是真空和致命辐射，但我们并不会对自己身处地球这个宜居的小角落而感到惊讶。听起来是废话，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才能进化出来。然后思考这个问题，把这个逻辑放大到多元宇宙，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之所以能在这里讨论宇宙为什么这么恰到好处，正是因为我们恰好中了
移居宇宙这张宇宙级的彩票。在绝大多数配方错误的宇宙里，根本就不会有生命去问为什么。所以，宇宙那些看似为我们量身定做的物理常数，很可能只是我们在无数个宇宙中筛选出来的结果。有些人甚至认为，这种精妙的巧合本身就是多元宇宙存在的最有力证据。那么，这到底是顶尖科学还是伪科学？我们来分析两个对多元宇宙最常见的批评。批评一，这不符合奥卡姆剃刀原则。说白了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也就是别没事找事儿，用最简单的解释。一听无数个宇宙，这不就是没事找事儿，复杂到家了吗？但这里有个误区，奥卡姆剃刀砍的是解释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假设了多少条新定律，而不是这个解释所导致的结果有多庞大。打个比方，如果一个非常简洁的理论，比如永恒暴胀理论，自然而然的就推导出了一个庞大的结果，无数个宇宙，那就不算违规。这就像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可以画出无限复杂的图形一样。而且人类历史上，我们已经因为总想把宇宙想得小一点而吃过好几次亏了。从地心说到银河系中心说，每一次我们都发现宇宙比我们最大胆的想象还要宏大得多。所以现在再用太大太夸张来否定多元宇宙已经没什么说服力了。批评二，这玩意儿没法验证，是科学的死胡同。有人说，你又去不了别的宇宙，怎么证明它存在？一个没法被证伪的理论，跟算命有啥区别？这个想法可能有点太死板了。科学不仅仅是做实验，也包括逻辑推理和寻找连贯的解释。而且，谁说它完全没法验证？虽然我们没法穿越过去，但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些间接的验证方法。比如，我们可以反过来推算，如果多元宇宙真的存在，并且我们是因为人则原理才在这里，那我们这个宇宙的某些参数，比如暗能量的数值，就应该会落在某个特定的允许生命存在的范围内。你猜怎么着？著名物理学家史蒂文·温伯格就这么干了。他预测的暗能量数值和后来天文学家实际观测到的结果惊人的吻合。这就说明多元宇宙理论并非一个只能空想的死胡同，它能做出可以被检验的预测。所以多元宇宙到底是啥？它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理论，而是象限理论、永恒暴胀这些更深层理论的副产品或自然推论。如果有人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万能的借口，用反正什么都可能来逃避解释我们宇宙的未解之谜，那它毫无疑问就是伪科学。但如果它是从一个严谨并有潜力被间接验证的理论中推导出来的，那么认真的研究它，就是我们探索宇宙终极奥秘的最前沿阵地之一。对待这个最烧脑的猜想，我们也许不是盲从或唾弃，而是以最严谨的态度去探索那片超越时空的广阔图景。